會讓我想到古代的那種有錢人的貴小姐，她戴了那個紅繩之後呢，倒霉的事情呢就離我們越來越遠了。就它整個的马的一個呈現是非常靈動的，就是你可以不買所有的馬毛衣，但是你一定要去嘗試這條牛仔褲。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我的頻道，我是 Aileen。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一些個紅色單品。那在接下來的情人節以及馬上要到來的中國新年呢，我覺得這一些東西都是蠻有年味兒的一個氛圍感。而且我覺得，身為一個中國人吧，就是一定要過年的時候帶一點紅嘛，一整年才會紅紅火火，非常好運。那今天的視頻呢，也是有給大家準備到了一份小小的禮物，一定不要忘記跟着我一起看下去。那首先第一個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優衣庫回購的一個單品，就是這一件 C 系列的打底。之前呢就有發在群裡面跟大家通報說它呢已經來到了一個最低價格19.9塊吧，大概持續了幾天，一口氣又多入了3個顏色，淺灰色，一個是紅色，還有一個是白色。那 by the way， 如果你不想錯過這種折扣資訊的話呢，就可以加我微信，讓我拉你入群。群裡面呢，我還會不定時的根據一些節日啊什麼的，就揪幾個小夥伴送同款。那說回來，這一件打底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第一個就是觸感非常好，裡邊有加到了9%左右的一個羊绒，但是洗烘的時候完全不用擔心，整個的柔軟度貼到皮膚上的一個感覺都會是比他們家就是常規線的 Heattech 表現力會更好一點。而且呢，我有發現穿着它流汗了之後，完全不會覺得整個後背悶悶的黏黏的那種感覺。紅色應該是專門為這種農曆新年準備的一個顏色。那這件紅色內搭的話呢，我是直接去給它搭配到了灰色的毛衣，整體大身的顏色呢是这種花灰色，再去配上了由黑色邊線勾勒出來的一隻馬，用到的是羊駝毛的一個混紡，粗棒針織的一個呈現。而且像這種開衫，我覺得最怕的就是袖子太長，這件的整個袖長對於我來講呢也是非常剛好的，再加上它腰間的這一塊呢，整個的馬匹的形狀顯得真的是非常的灵動，因為它撐開的面積會比較的大，所以乍一看呢不會那麼的明顯。紅色的選用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克制的，會比較接近我現在身上這件毛衣的這種復古紅。開合的方式呢是通過了這幾個質感非常好的牛角扣，是深 V 領的形狀。那類似的同樣的配色以及圖案的話呢，它還有一款是圓領的套頭毛衣款，確實是很有年味的一個氛圍感在，但是拉遠了看又屬於是日常非常好穿的一個選項。那像之前的話呢，我就有拿它去疊了這種灰色的半高領打底，整個呈現出來的呢就是一個比較低調的感覺。如果想讓紅色佔據更大面積的話呢，就可以像我這樣裡面去內搭到這件紅色的打底，下面用一個同樣是灰色的羊毛半裙，再用一雙紅色的鞋子去做一個點綴。它當然也可以去配之前有聊到過的各式各樣的牛仔褲，比如說這種原牛色牛仔褲啊，它就能夠很好的去襯托出開衫的一個慵懶感。這一件馬到成功的毛衣呢，絕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幾件毛衣當中，我覺得最日常、最好穿、最百搭的一款。那搭配這一套毛衣，下面用到的這雙鞋是我最近在 Vivala 裡面入手到的這一雙，他們一個情人節、春節的一個限定款吧，賣完了就不會再補貨了。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個鞋子的紅色會比我現在身上的這種聖誕紅，它會再更顯皎白一點。這一次他們這個情人節、春節限定的小紅鞋呢，總共是有3個不同的款式，我覺得完全是可以滿足不一樣的需求。像我自己平常的穿衣風格，包括整個的褲裝來講吧，我會更傾向選擇於我現在腳上的這一雙。它整體的形狀呈現的是有一點點像樂福鞋的感覺，上面的圖案呢不太对稱，一個呢是完整的大愛心，另外一邊呢是由3個小愛心錯落而成的。那像這種鞋子，最早我記得類似形狀的鞋子還是在我可能剛上大學的时候吧，有一段時間這個鞋型就特別的火。但是呢，等到我心心念念買回來了之後，我發現
巨難穿，非常的割腳，就是上腳的感覺就是這種美麗的刑具。所以呢，當時我就會有一個誤解，我就覺得漂亮的鞋子一定都是不好穿的，別說是暴走了，就是正常的你日常的一個行走步數，你都會覺得如履薄冰，非常的艱難。但是 Vivaia 他們這次這幾雙，不管是這個尖頭的，又或者是這雙平底的這種，他們整體的上腳感受真的就是還是一如既往的棒，完全就是符合了它能夠既好看又舒服，讓你再也不用擔心穿鞋子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了。首先一個呢，就是他們家的底做的都比較的軟。你們看，像這一雙它是可以直接這樣折起來的，很軟的底。像這種很軟的底，市面上也是有不少，但是他們都會有一個毛病，就是走久了會有腳累的問題。但是 Vivaia 不僅是底這麼軟，這麼好走，它呢還在前腳掌的位置以及後腳跟的位置都去額外的去給到了這種氣墊在裡面，所以你是走久都不會累的。還有像這種鞋子最容易有的問題就是後腳跟磨壓，包括前面的這塊可能會有磨你腳背的問題，但是他們家的这個整個材料做得非常好，很柔軟。後腳跟這邊是有額外的給到了一個小枕頭一樣的形狀。那這上面紅色的這顆愛心呢，它整體用到的材質跟鞋身大面的這種面料是不一樣的，是有一點絨絨感的，整個是用短毛的質地，會更立體。那如果你是平常更喜歡這種稍微成熟一點的，想要拿它去搭配一些比較寬的褲腳的時候，我會推薦你去入手這雙尖頭的版本。那像這種尖頭鞋，我覺得最怕的也就是磨腳的問題了。它是用了一個這種比較立體的蝴蝶結去遮住了尖頭鞋最難做的一個部分，因為其實穿進去鞋子之後最卡的地方就是腳趾連接腳掌的這個部分，就是寬度是最寬的。那為了保證它有一定的寬度，但是整個尖頭鞋的过渡看起来又好看的話呢，他們家是用到了這個非常立體的蝴蝶結去做了一個完美的銜接，底也是巨軟，非常的舒服。然後後腳跟啊、鞋墊這個地方也都是有給做回彈的。喜歡尖頭鞋的就一定不要錯過。我這次看到 Vivaia 他們有出了這種網狀款式的，各的網做的非常的細密，柔軟的紗的感覺，周邊以及它的縫線做的都非常的精緻，穿上去完全不會有異物感。鞋頭呢是做的偏方形的，很可愛，上面的這些刺繡真的非常的精緻，會讓我想到古代的那種有錢人的貴小姐，她們過年應該就是穿這麼精緻的紅鞋子吧，若隱若現能夠透出一點點腳部的線條，非常中國風的一雙單鞋，鞋底可以這樣凹折，然後包括後腳跟的這個部分呢，也是有做到了這種回彈的氣墊。那像 Vivaia 他們這次新出的這3雙紅鞋子，都屬於是一個限量款了，賣完就不會再補了。因為經常會有朋友問我說可能我之前推薦的某一雙，突然又看到了我做搭配，然後之後來問我說這個可不可以還能買得到？那很多時候，比如說我有推薦過的一些單品，它賣完了，品牌都是不會再補的，所以感興趣的一定不要忘記，就是盡早的去下單試試看。那我也會把更多的信息以及我的專屬折扣碼都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過年嘛，我覺得最不能少的一個單品就是這種紅色的手鏈。其實我自己之前還是不太信這個東西的，但是直到前年還是去年吧，反正就是剛過年，我老公那個生肖有點犯太歲還是犯沖，快要靠近年關的時候，就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很多很倒霉的事情，就想說是不是應該搞個紅繩給他戴上去？那自從呢他戴了那個紅繩之後呢，倒霉的事情呢就離我們越來越遠了。當然好事呢也有發生，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它真的就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所以我現在是每到年關或者是一年即將過了的時候，我覺得送什麼禮物最好呢？我肯定就是會選擇送紅繩這一類的單品了。那這一次呢，我在 Gingerberry 他們家看見了這個紅繩上面竟然鑲着一顆珍珠，就非常的特別，跟我以前見到的紅繩款式都不一樣。這一次的話，他們推出的紅繩有2款，一款呢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個鑲珍珠的款式，那它當然呢也有這種鑲鑽的款式。那像 Gingerberry 他們家呢，之前大概在黑5左右的時候，我入手的這一條鑽石的金手鏈，我拍完視頻之後到現在就一次都沒有脫掉過，不管是洗澡、打球、健身，我都永遠是帶着它的。它整體的材質，包括顏色、
都維持得很好。現在脖子上戴的這一條也是戴了很久了，像這種戴上去就不想摘下來的首飾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我平常是有多喜歡，而且它是有多麼的百搭，以及好去照顧料理。那其中一個原因肯定就是他們真的用料非常的實在，都是真金白銀，以及配上了品質很高的珍珠，所以在日常的護理下面基本上是不需要費心的，它都不会有任何的褪色的問題。那来跟大家聊聊我最近入手的這幾款吧。首先是这一個紅繩配上珍珠的款式，這一根紅繩呢，可以細看到在紅繩上面呢是放了一點點金線的，近看就會覺得更高級。在卡扣這邊呢留到了3個扣子，這一顆鑲嵌到的這個珍珠呢3A 等級的 Aurora， 非常的閃，看到我自己的一個人影的反光在這個珍珠裡面。它的大小呢也是屬於單戴放在手腕上，完全不會怯場的一個款式。那如果你覺得珍珠它戴起來會有這種凸起的感覺的話，我更推薦你去看這一款紅繩配單顆鑽的款式。它紅色的部分的細節呢，跟我手頭上戴的這顆珍珠的是差不多的。它雖然說是培育鑽，但是整個鑽石的光澤，我給你放在太陽底下，整個的閃度、透度都是在線的。像這幾條手鏈都屬於是戴了不用摘的。那除此之外呢，我還入手了一條全珍珠款式的手鏈，我就很想要給它這樣戴成一條，因為每一条量感都不是很足嘛，都是這種稍微細一點點的鏈子。那你給它做疊戴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很豐富的感覺。過年就是這一手露出去，非常的貴氣，而且一定就是會給你帶來好運的。那像這一條手鏈的話，它整體用到的是5到6毫米的 Aurora 珍珠，去做成了一整圈的，可以看見排的還是比較密的。再去配上了14K 金的一條鏈子，整體呢就是能夠襯的這個珍珠更大更圓，而且整個上手的這個光澤感就會非常的好。我覺得像這樣就是一手疊戴呢，就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是戴上了可以完全不脱下來的款式。馬上到來的這種春節啊，或者是情人節啊，不管是去給另一半啊，或者是給家裡的長輩準備禮物的話，像這一種真的就是屬於是首選。耳釘還要再考慮一下它有沒有耳洞，對不对？像这種手鏈就是誰都能戴。而那今天這期視頻呢，給大家準備到的禮物呢，就是一款 Gingerberry 的小首飾啦。那點讚這個視頻，關注我的頻道，並且在這條視頻下方留言，就可以參與抽獎啦。過一段時間呢，就會揪一位朋友送出禮物。其實我剛入坑珍珠的時候呢，第一個珍珠項鏈呢就是大溪地黑珍珠了。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對這麼酷的顏色 say no。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就發現首飾戴來戴去最簡單，而且最好看的、最顯氣質的，就屬於是這種設計語言非常簡單，完全是靠它的整個品質以及材料的優秀程度來去凸顯它的一整個貴氣。那像這一條項鏈呢，就是這樣的一個選擇，一顆10毫米左右的大溪地黑珍珠，配上了一根18K 金的白金項鏈。那因為它整顆的珍珠夠大氣、夠通透，非常的圓潤，所以呢就能夠很好的把我們這種東方的自帶溫潤而雅的氣息呢完全給帶出來。不管是要送人或者是自用，這一條項鏈都屬於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一個選項。那聊了這麼久，大家應該盯着我身上這件紅色的毛衣看了好一陣子了吧？那這一件的話呢，我願稱它為就是可以穿很多個節日，甚至可以穿到年底的聖誕節都是非常好。它完全符合了中國人對過新年穿紅衣服的一個要求，整體是這種偏小短款的一個設計，是用到了馬海毛跟綿羊毛的一個混紡，再去配上了不同顏色的串珠，這個串珠做的非常的立體，而且縫得很牢，有金色的，有黑色的，還有一個白色的在這個下面。那除了串珠本身之外，可以看到它底層還去用到了不同顏色的線縫在了串珠的下面，所以會讓這一整隻上面的這個小馬看起來能更立體、更好看一點點。它整個的馬的一個呈現是非常靈動的。那老實說，這一件的話呢，是今天分享的這3件毛衣裡面單獨穿上身的時候稍微有一點點異物感的。但是呢，比起很多這種毛茸茸的馬海毛的毛衣呢，它的上身的舒適感是要好非常多。那我覺得像這種紅色的上衣，它本身就已經很吸睛了。如果去搭配原牛色的牛仔褲呢，有一個小技巧想要分享給大家，就是露
露出這一截白色的內搭，它就能夠很好把上下两個非常濃郁的顏色進行一個平衡。那下面搭到的這條牛仔褲也是我覺得非常推薦你們的，就是你可以不買所有的馬毛衣，但是你一定要去嘗試這條牛仔褲。那這條牛仔褲的話呢，我記得在好幾個視頻前吧，就有給它搭配出了另一套 look， 整個走的是這種比較帥氣一點的風格。那這一次的話呢，我就把它去配上這個毛衣的時候呢，又是給它換了一個鞋子搭配，它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風格呈現。整個縫邊的走線用到的是一個橘棕色，再去拼接到了一個非常完整的褲頭，下擺的地方翻出來是可以看到是這種黑灰白的一個格子拼接。褲長對於我這個1.58米的人來講，就是真的就非常完美，褲型也很顯瘦，在胯這個地方的修飾，大家也能夠看到，非常的順暢，而且完全不會有你顯胯寬的一個問題，能夠很好的把我的胯呀、大腿根部的肉都藏得非常的完美。去搭配这種稍微短一點的上衣的時候，它整個人就會有很俏皮可愛的一個感覺。那像最近紐約這個天氣這麼冷的時候呢，想要穿它呢，我裡邊是直接去套到了優衣庫到膝蓋的長襪，又或者是真的特別冷的時候，我可能會穿2條褲子，因為它褲管非常的寬鬆嘛，所以穿2條褲子也是完全不用擔心會被看出來。最後一件毛衣呢，就屬於是這個全村最亮的一個仔了，非常抓人眼球的一件費爾島小碼毛衣。最吸引我的點呢，就是它一整個的配色跟平常看見的這種紅色的呀、粉色的呀都不一樣，它是這種有點偏米咖色系的一個紅棕色，再去拼接到了費爾島毛衣的一些個固有元素，比如說領子這邊它就用了一個彩色的線去形成了這種費爾島毛衣的領子，腹部這一塊呢是給你縫到了2個小碼，這個小碼呢非常的生動啊，可以看見那個上面的毛還是立體的伸出來的，有小馬啾啾的一個感覺，就是像那種隨意奔騰的馬毛的一個感覺啊。如果你覺得你去駕馭這種紅色的毛衣不會非常出彩的話呢，這個色系就屬於是一個不會錯的顏色。面料呢是這種綿羊毛，單穿完全不扎。那它下擺的這個地方是沒有往裡內扣收緊，不用擔心說像普通的套頭毛衣我肚子啊，包括臀胯這一塊會顯得我很胖很臃腫，去配上一條卡其色的燈芯絨的褲子，再去用一個棕色的鞋子跟包包，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搭配。那如果想要出門更暖和以後呢，你其實完全可以去套上一件不管是驼色的大衣啊，或者是白色的皮草，它都是能夠呈现一個非常完整的 look。這個麂皮的法棍包應該已經在我的頻道裡面出現了超級多回了，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個單品。而且像這種長耳朵的包包呢，也會是今年的流行趨勢之一。關於鞋子流行趨勢啊，包包流行趨勢啊，也都會在這個頻道裡面繼續跟大家分享，包括接下來的優衣庫 C 系列的上新啊， U 系列的春夏呀，都會跟大家一一細品。那希望能夠在這裡呢，在這個頻道跟大家一起變得越來越懂生活、懂時尚、懂自己。那好，以上就是今天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雖然說春節還沒有到，但是呢，在這裡也是提前祝大家春節快樂。更多的信息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再一次感謝你撥空觀看我的視頻，我是 A 琳，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